他们又不是自愿的，就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。大人，要不再看看？这家，殿下是指就这家，3日后迎亲。哈姆，我就算死，也不要嫁给那个暴君。我的宝贝女儿，你放心，我们怎么会让你去送死呢？月儿，你姐姐既然不愿意嫁，那你就替她。好，我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愿意去嫁给寿王大人。你知不知道嫁过去意味着什么？之前的那些新娘没有一个活着回来。我知道，但既然姐姐不愿意，总得有人去，我去就好了。妹妹，你真的愿意？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多谢阿母成全。这孩子怕不是吓傻了吧？我不会给你们惹麻烦的，我是真的愿意嫁给寿王大人，真的。终于要见到他了。裴叶川，雪豹贵族莫夷，26岁，神兽血脉拥有者，北境统领。前世我是野生动物摄影师，专门追踪拍摄黑豹，痴迷黑豹整整8年，对它们的习性十分了解，甚至为了拍一张黑豹回眸的照片，在雨林里蹲守了3个月。结果有一天我掉进陷阱里，再醒来竟成了鹿族族长的小女儿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个世界还有雪豹族，而他们的兽王竟拥有神兽血脉。那一刻我就知道，我这辈子只有一个目标，近距离观察裴叶川。5岁第一次显现神兽形态，10岁独自猎杀成年巨熊，15岁继承兽王之位，身高约190公分，典型的黑豹习性，独居领地意识强，夜行性警觉性高，豹耳后压表示警戒，尾巴扫动时烦躁。别人说它性情阴郁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懂，黑豹本来就是独居物种。12年了，整整12年，我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文献、族谱、传说、民间记录，就是为了了解它的一切。别人都怕你，都说你危险，但我知道，你只是需要有人真正懂你。裴叶川，我来了。沈小姐，欢迎来到兽王大人的领地。你好，请问是莫管家吗？正是。沈小姐，不害怕？有什么好害怕的？这里的夜色很美啊。沈小姐这边请，注意脚下，前方有台石。环境光线偏暗，地板也是古黑豹族的鹅卵石铺成的，这和文献记录的一模一样。恕我直言，来这里的人都是被逼无奈，但您不一样，你是愿意嫁给大人的。对啊，我就想嫁给裴叶川啊。您不怕兽王大人？不怕。兽王大人需要调整一下状态，我先带您去休息，一切安顿好后，他会来见您。好，我不急是不可能的，但是黑豹就是这样，你不能追着跑，得让它主动靠过来，不然的话怎么能摸到它呢？进来了，我终于住进来了。12年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终于可以零距离观察你了。记住，黑豹是独居动物，不可以受到刺激，你不能吓到它，慢慢来，让它习惯你的存在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要和裴叶川住一起啦。你不应该和其他女人一样拒绝嫁过来吗？他这是在试探我。因为我对你们黑豹族很感兴趣，神兽血脉的传承、习性记录、古代文献，我研究了12年，能近距离了解黑豹，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。原来如此，是对族群感兴趣，不是对我。带他回去休息。沈小姐，这边请。
等等，他怎么突然不高兴了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好想摸他尾巴。管家，他是不是不太高兴？兽王大人一向话少，沈小姐不必多虑。不对，黑豹是独居物种，话少正常。但他刚才那个反应更像是失落。我到底说错什么了？沈小姐早点休息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唤我。谢谢管家。算了，先住下来再说，明天再观察观察。根本睡不着啊。哪来的水声？这个时间谁在用水？尾巴，是毛茸茸的尾巴。冷静，沈月，你不能这么冲动，你不能。你怎么进来了？对不起，我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我一定要加强隔音，还有这地板要加固防滑，以后浴室也要加个锁才行。完了，社死了，第一印象全毁了。不是让你冷静吗？但是那个手感，不行，你要矜持啊，冷静。他在连夜装修，受惊后立刻重建安全边界，这是标准的黑豹领地行为。沈小姐昨晚休息的可好？挺好的，我看了会儿书就睡了。是吗？兽王大人昨晚突然让人加装隔音和防滑，还要给浴室加锁，整个人忙到天亮。沈小姐可知道是什么原因？不太清楚，我一直在房间看书来着。沈小姐说看书看的是哪方面的？我在外面收集了好多年的资料，但一手记录太少了，很多都是残本。说来惭愧，兽王府上下除了我以外，对这些旧物没人在意。管家也研究这些。与其说研究，不如说是守着。这府里的东西几百年没人翻过了。那管家看过完整的族谱原卷吗？外面流传的版本缺了30多页，我一直想找到全本对照。看过，原卷就在府里，保存得很好。真的？那上面关于初代血脉觉醒的记载，是不是跟黑豹纪要里的描述有出入？我一直怀疑外面的版本被篡改。沈小姐也注意到了，第9章的年份确实对不上。我比对过府中的手稿，至少有3处被后人改动。同号，100%的同号。难得有人对这些感兴趣。沈小姐若想深入了解，日后有的是机会。那就拜托管家多指点啦。昨晚的事还是去说一声吧，虽然社死了，但做人不能装没发生过。顺便看看他今天状态怎么样。一个陆族幼女儿，怎么配成为兽王府的女主人？我听说她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愿意嫁进来。叶川，你身份尊贵，什么世家女子配不上？偏偏来了个陆族，这在上古时期可属于你的猎物。她这么主动嫁进来，要么图你血脉，要么脑子有问题。对她一口一个担心，转头就把我踩到泥里。打扰了，我来找兽王大人。哟，正聊着你呢，你自己倒送上门了。昨晚听到你那边动静挺大的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就是那个自己跑来的小鹿，是又怎么样？你又是谁？凤灵，鸿鹄一族。我和叶川从小一起长大。哦，你那点心思谁看不出来？上赶着嫁进来，不就是想借生子拿到神兽传承？说白了，你不过是想拿它当种。你敢踢我？嘴太脏了，踹你是轻的。鹿族贱种，你就是图他的血脉，不然一个猎魔种族跑来图什么？裴叶川的神兽血脉必须是他自己真心喜欢的人才能传承。你觉得我一个鹿族靠什么强迫一个神兽血脉的黑毛？用我这2脚顶他吗？你懂得倒挺多，把人家血脉秘辛摸得这么清楚，说不定就是做了功课来钓他的。我做功课叫有心机，你连功课都没做就来指手画脚，那叫蠢。够了。叶川，我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就能随便诋毁我的夫人吗？我是鹿族，我血脉低微，我愿意嫁给裴叶川，这些都是事实。但你说我图他血脉，这个我不认。他的血脉就必须是和真心爱慕之人才可以延续，这一点我比你清楚，也比你尊重。你不懂就别在这里丢人了。好，好得很。
去找管家处理伤口。还知道护着我。裴叶川，我进来了。我来道歉。道歉？凤玲说的那些话，是因为我在这里才引起的，我给你惹麻烦了。他抓伤了你，你来跟我道歉，这不冲突吧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他那样说你，你不仅不生气，还来跟我道歉，为什么？我以前养过狗，我家的狗被邻居骂了，我肯定护着它，然后回头跟邻居说声抱歉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你是我想守护的，谁说你不好，我踹谁。但给你惹了麻烦，是我的不对。我走啦。我是不是不应该用狗来打比方？沈小姐，伤口该换药了。谢谢管家。沈小姐去找寿王大人了。我去道了个歉。寿王大人心情如何？看不太出来，可能有点懵。寿王大人不太习惯被人主动靠近，更不习惯有人护着他。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吗？沈小姐如果想更了解他，地下3层有间藏书室，那里有裴家500年的完整记录，我去整理一下，整理好了通知你。管家是在给我指路。打扰了，沈小姐，寿王大人让我送来的内服的药，促进伤口愈合。他让你送的？寿王很在意您的伤，虽然不善言辞，但该做的事从不会少。嘴上什么都不说，东西倒是送的勤快。对了，白天跟您说的地下藏书室已经整理好了，沈小姐若现在有空，现在就能去。请随我来。族谱原卷、血脉传承录、古兽形态记录，全是原本。神兽血脉者，传承需双向真心，非真心所爱，血脉不应。果然和我查到的一样。诅咒，神兽血脉之主成诅咒之父，每月逢月盈之夜，咒力反噬，痛彻骨髓，力量跌至谷底。每个月都会有几天格外痛苦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在某些时候消失不见人。解咒之法，所以他一直在扛着这个，身边都在又没有人，我会帮他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你看到了？嗯。不该让你看到的。为什么？没必要知道。裴叶川，我能帮你。你帮不了。你还没让我试。不需要。你要相信姐姐我啊。寿王大人让我送来的。太好了，全在这儿了。沈小姐，恕我多问，寿王大人从藏书室回来后，表情很奇怪，耳朵一直是红的，出了什么事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抱了他一下，顺便揉了一下耳朵。沈小姐是第一个敢碰寿王大人的人。我研究他这个物种这么多年，有什么不敢碰的？那沈小姐打算怎么做？帮他解决诅咒。每个月都在经历这种事，对他来说就是折磨。沈小姐是好人。我这是不允许我的研究对象受苦。破解之法。大半夜不睡觉，又发现什么了？我揉了他耳朵。什么？你上手了？手感绝了，特别软，而且我摸的时候，他从脖子红到耳朵尖。打住！我问的是你对他什么感觉，不是让你汇报手感。感觉就是很想照顾他。一开始是对物种的痴迷，后来想研究它，
再后来看到他一个人呆着，谁都不敢靠近的样子，就觉得心里堵得慌。那叫心疼。你想想，如果换一只黑豹，不是他，你还会穿婚纱冲过去吗？从研究对象到宠物到生情吗？好像不行，换别人不行。得，从研究对象到宠物到喜欢的人，沈月你完蛋了。我没完蛋，我只是对他产生了超出研究范畴的情感依赖。那就叫恋爱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先帮他把诅咒的事解决，然后再说吧。行，祝你研究顺利。别看资料了，你该看的是他本人。晚安。好想再摸摸他，不只是简单的摸摸了。超出研究良力的，想摸，不只是简单的摸摸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看你休息了没有？黑豹是夜行动物，它的夜间巡视行为是正常的。还没睡呢，在跟朋友聊天。你也睡不着？走走。你没事吧？看起来有点不对劲。没事，早点睡。怎么回事？可能是夜行性动物的情绪波动吧，明天再观察。兽王，夜深了。莫叔，在。我很像狗吗？兽王为何这样问？他说想摸我，不只是简单的摸摸。上次他也说过，他养过狗，不想让狗被人欺负。在他心里，我跟他养的狗是一样的。对他来说，我只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对象，一只可以摸耳朵的宠物。不是，兽王，沈小姐或许不是那个意思。他自己说的。我以为他愿意嫁过来，是喜欢我的。父亲，裴叶川当着那个陆族女人的面赶我走，那种眼神，他从没那样看过我。他越是维护那个女人，越说明这个女人对他来说很重要。那怎么办？直接动那个陆族？不急，动他只会让裴叶川发狂，要动就动裴叶川本人。这是什么？我在裴家埋了内线，得知裴家的诅咒每月月盈之日发作，届时他的力量跌至谷底。这枚匕首能够在诅咒发作时引动外力干涉，让他连自保都做不到。父亲的意思是？我已经派人在兽王府外围布好阵，在下一个月盈之夜时，等他虚弱到极点，我们就动手。一个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兽王，还谈什么神兽血脉？是。裴叶川，你的死期到了，距离下一次月盈之夜还有7天。莫叔，把他送走。兽王是说沈小姐，无论用什么理由，让他离开兽王府，越远越好。告诉他我不想娶了，说我反悔了，说陆族配不上兽王府，随便什么理由。兽王觉得沈小姐会信吗？她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不能留在这里。这府里会发生什么，你比我清楚。兽王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沈小姐就是可以帮你的人？没有人能帮我，500年的诅咒，谁能帮？请进。沈小姐还在研究。我发现了一些关于诅咒的。莫管家，你知不知道古兽文的记载，诅咒和血脉传承之间有没有不太确定？沈小姐，兽王大人刚才吩咐让我送您回沈家去。他说什么？兽王说他反悔了，这桩婚事作废。管家，你知道他在撒谎对吧？是。那就告诉我，他为什么非要把我赶走？每年月盈之夜，兽王大人的力量会跌到最低，咒力反噬的痛苦会让他连人形都难以维持。诅咒发作的日子，往年府中戒备森严，但即便如此，也是他最脆弱的时刻。所以他要把我赶走，是因为怕我留在府里有危险。兽王是怕诅咒反噬时失控伤到沈小姐，或者更糟，若有人趁虚而入，连沈小姐也会被牵连。管家，我不会害怕的，我不论他什么样子，我花了12年人研究他，不是为了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转身跑掉的。沈小姐这番话，我是否转告兽王？别告诉他，告诉他他就该躲起来了。明白。 7天内找到办法，裴叶川，你别想一个人扛。那个女人走了没？那女人不走，还在翻古籍，像是在找什么解咒的办法。一个陆族幼女想破解500年的诅咒，这就是不自量力。大人，计划照旧。照旧。7日后月盈时，府中阵法启动，诅咒牵引的匕首会从外部加重它的反噬，到时候你做好。晓得明白，只是那个陆族女人不走的话，要不要一并留着她？裴叶川既然在意她，正好做备用筹码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莫管家跟你说过了，为什么还不走？
我不走啊！这不是请求，这是命令。你不是反悔了吗？反悔了还操心我走不走干什么？你不了解这里会发生什么。6天后就是月营之夜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6天后我的诅咒就会发作。我也知道，我翻过的古籍比你想象的多，裴叶川。既然知道，就给我滚远点。你不是真的想让我走，你是怕我被你牵连。你觉得月营那晚你会失控，你怕伤到我，或者怕别人趁那个机会对我出手。但是裴叶川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怕。我来这里的第1天就没怕过你。月营之夜也好，诅咒反噬也好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不是你赶我走的理由。你根本不懂。我不懂什么？不懂你每个月痛到连人形都保不住，还是不懂你明明需要人陪，却把所有人都推开？我确实没有经历过你经历的那些，但我花了12年研究你的种族、你的血脉、你的一切。我不是为了写论文才留下来的，我是为了你。随便你。随便我，就是拿你没办法的意思。诅咒源于第1代神兽血脉与古神之间的契约为绝，神生死不可血脉血同之力等等，同源之力与神兽血脉逐结生命契约者可以是伴侣。其2，以稀土血双向交融3日不做，可彻底解除咒。需红狐族古籍所在完整法门，所以单用血去承受反噬，只能帮他扛过1次发作。要彻底解咒，还需要红狐族那本古籍上的完整步骤，而且必须是双向的。那月营之日，我先用血共鸣帮他稳住诅咒。先过这一关，后面再说。所以你打算用自己的血去给他解咒？不是解咒，是帮他扛过这次发作。古籍上叫血共鸣，只是暂时的，真正的解咒需要双向同意。他那个性子不可能在月营之前答应。暂时也会死的，只是有危险。而且我是鹿族，鹿族的体质本就比普通兽族强一点。强个屁！你是鹿族，不是牛族，鹿族打架都打不过狐狸好吗？你这什么比喻？沈月，我是你唯一的朋友，我不是让你去送死的。灵犀，我喜欢他12年了，如今我终于有一个机会能为他做点什么，哪怕是暂时的，哪怕只让他少痛一咒，我会等他愿意的那天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要死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3天，3天后，不管裴叶川愿不愿意，我都要帮他。有人要在月营之夜下手，不能打草惊蛇。那就来吧，至少我能挡在他前面。兽王，药备好了。他走了吗？沈小姐还在府中，我已经按您的吩咐，让她待在房间里，不要出来。你没送他走，我不是。加大防守，所有人守住大殿外围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时候到了。他已经开始发作了，我能感应到敌手在阴影诅咒。阵法已由内线布置完毕，兽王府防守空虚，裴叶川力竭，你们的目标只有1个人，杀了他，杀了他。裴叶川，上次你当着那个鹿族女人的面赶我走，今天我要你亲眼看着，谁才是站到最后的人。来了。出去！谁让你进来的？沈小姐，兽王现在的状态不能控制自己，你太近会被伤到的。我知道。这是什么？书上说，血共鸣，以血为引，单方承受，不需要你同意，只需要我愿意。你疯了！那是生命危险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，但至少今晚，你不会一个人痛到天亮。真是感人，一个快死的兽王，一个自己送死的小鹿。凤灵小姐，你这是叛族之罪。叛族？等裴叶川死了，我父亲就是新的兽王，到时候谁是叛族，由我说了算。
下去了，这不可能！慧慧，出来！第二方案！最后，不让他死！对，就是这样。叶川，你再动一下，我就让他割断他的喉咙！父亲，父亲！比我想象的棘手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筹码。放了他。可以，你先解除兽化，然后跪下来。不对，诅咒的反噬不应该被压回去，除非血共鸣。陆族女人用血共鸣暂时压制了反噬，愚蠢！血共鸣只能顶过今晚，她自己却要承受反噬，非神兽血脉扛这个。不死也得废半条命。现在该你了。不可能！500年的诅咒，一个陆族女人的血怎么可能？父亲，阵法没用，匕首也没用，他根本就没被削弱。不对，不是没被削弱，是他在替他承担反噬。双向契约，他是真的。叶川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所以你活到现在。叶川，不要因为他们脏了你的手。你以为诅咒削弱了就够了？这毒是我从北境沙漠的红蝎王身上提炼的，专门克制黑帽族。5分钟之内，你连站都站不起来。外围的防守已经被破了。裴叶川，你以为兽王府固若金汤？你在位这些年自己不清楚。今天不是刺杀，今天是围剿。不光是我鸿鹄一族，灰狼、蛇族、山鹰族，他们都等着看黑豹倒下。父亲，直接杀了他。不急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着这府邸毁掉，亲眼看着那个陆族女人的命断在他面前，然后我才会给他最后一刀。我还没有死，我还愿意为他。古陆神祝福？不可能！陆族的古神血脉已经断了2000年，他不是普通的陆族。鸿鹄族曾是黑帽族的近世，世代接触神兽血脉的秘法。你们比其他种族更懂得抵抗神的威压，但抵抗不等于免疫。你们的狐火已经无法成型了。我的祖先确实是猎物，在远古，陆族是黑帽的猎物，这是事实。但早在2000年前，
这片大陆的第一位陆神，就和当时的第一位黑豹神签订了共生契约。陆族以守护之力辅佐黑豹族神兽血脉的传承。后来那个陆族被人为破坏了。你们和我们陆族古神血脉里的沉寂是同一件事的两面。共生契约？不，那只是传说。传说不会在有人愿意为黑豹流血的时候发光。裴叶川，我用了那么多年才走到你面前，你不能在这里倒下。但这不是解咒，古陆神的出气只能让诅咒不再恶化。以后每个月营之夜，你不会再像今天这样痛到晕死。但要彻底解除，还需要你真正愿意的那一天。我们一起去完成血脉交融。笨蛋！你差点杀了他。裴叶川，你听我说。你知道我最让人害怕的是什么吗？不是我有多强，是我最在乎的人被伤害的时候，我不会在乎任何后果。洪湖族叛乱，主犯你们可以看，也可以继续。你放我走，我用洪湖族的古籍跟你换，上面有彻底解除诅咒的方法。留着你，比杀了你更有用。把这2个人关进地牢，其余的事，明天再说。明白。你不是该跑掉的吗？你挡在我面前，拿刀割自己的手，把诅咒往自己身上扛。你知道生命危险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让你走，你为什么不走？你到底是把我当成什么？研究对象？宠物？还是……它的尾巴竟然会搭在我脚上一晚上！谢谢你，裴叶川。它这样真的好可爱。左臂被凤灵的匕首刺穿，无大碍，已经包扎处理。昨夜府中守卫伤17人，没有死的。洪湖族带来的杀手，明路、灰狼、蛇族、山鹰，3家都派人来了。是，不过昨夜兽王大人击败凤鸣远后，3家的人当场表示了臣服。他们的领头人在府门外跪了一整夜，想求见兽王。让他们跪，跪到明天。明天告诉他们，3族各交3年的供水翻倍，嫡系子弟送1个到兽王府当3年侍卫，不服的可以像凤鸣远一样试试。明白。兽王要亲自审，有一件事要问清楚。你说洪湖族有解咒的古籍？原来你关心的是这个。书在哪里？放我走，书给你。你以为我放走你，你就还有翻盘的机会？至少我不会让洪湖族的古籍烂在没人知道的地方。你想要彻底解咒，只有那本书上写了完整的方法。陆族那个女人的方法只够帮你扛过1次月营，但不是永久。书就在洪湖祖祠的地下密室，但只有我的血能开启。过几天我带人去取，你暂时活着有用。沈小姐今天感觉如何？好多了，管家，你的手臂皮肉伤，不碍事。倒是古陆神祝福的觉醒需要大量灵力恢复，至少要静养1个月。管家，
我昨晚觉醒的时候，鹿角是不是变大了？比起鹿角的大小，神教不想知道兽王大人昨晚是什么反应吗？什么反应？兽王大人亲自给您包扎的伤口，然后在地板上坐了一整晚。管家，你竟然还看到了！沈小姐，我伺候兽王20多年，从未见他让任何人碰过他的尾巴，更不用说主动把尾巴搭在别人身上。他是不是还是不相信我是真心喜欢他的？兽王大人的成长环境与常人不同，他最害怕的不是敌人，不是诅咒，而是被人当成一只野兽来对待。研究对象、物种习性，是我一直在伤害的。不，沈小姐是唯一真正伤害过他到他的人，也是唯一话说出来就好。沈小姐知道是什么。你在看什么？那些山。裴叶川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以前说话的方式很不好。我说，黑豹是独居物种。我研究你12年，我养过狗，所以有护短的习惯。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，我没有想过你听到会是什么感受。但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尤其是昨晚你抱着我的时候，我想的不是我终于近距离观察到黑豹的夜行行为了，我想的是他没事就好，他还抱着我就好。裴叶川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黑豹族，不是因为神兽血脉，不是因为你是我的研究对象，是因为你这个人。我也喜欢你。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帮我挡刀，不是因为解咒，是在更早之前，从你第一次笑着对管家说这里夜色很美的事的时候。我会帮你解开诅咒，不是以研究者的身份，是以喜欢的人的身份。但至少今晚，他们不再孤独。古鹿神血脉觉醒，我们月儿觉醒了古鹿神血脉。2000年，鹿族失传了2000年的古神血脉，在他身上觉醒了。妹妹她还受了伤。信上说他替兽王挡了一刀，快把库房里所有上好的补品都拿出来，千年灵芝、血参、鹿骨胶全带上。我去收拾。还有祖传的内合鹿神丹，那是你嫁妆里最贵重的东西。那个孩子，我们当初让他替嫁，连一句好话都没说，他笑着上了马车。我是真的愿意嫁给兽王大人，我以为他是吓傻了，而且他做到了我们世贼都不敢想的事。阿母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沈小姐，您的家人来了。阿母、阿父、姐姐。伤口深不深？不深，已经快好了。鹿神丹，每天1粒，连服7日。阿母，这个太贵重了。贵重什么贵重？你现在是觉醒了古神血脉的人，身体要是落下病根，那就是鹿族全族的损失。月儿啊，阿父之前阿父对不起你。当初你替嫁的时候，阿父心里想的是这孩子怕是傻了，现在才知道傻的是我们。阿父，我没有怪过你们，我是真的想嫁给裴叶川。你替他挡刀的时候，不怕吗？怕，但不是怕死，是怕我死了之后，他又是一个人了。阿母是真的对。好了，别光说这些没用的。月儿，你听好，古鹿神血脉觉醒是好事，但你的身体底子本来就弱，硬扛诅咒反噬会伤到根基。这1个月不准乱跑，不准熬夜翻书，不准……阿母，我知道了。打扰了。你熬的？管家熬的。月儿，我们改天再来看你，你好好养伤。好喝，但下次少放点黄连，太苦了。你怎么知道是我熬的？管家的药不苦，你熬的药苦得特别认真。你阿母说的对，
你不能硬抗诅咒反噬，古籍上写的很清楚，非神兽血脉承受反噬会伤根基。我有古鹿神血脉，比别人能扛。那也不行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红狐族的古籍还没拿到，诅咒还在你身上，下个月银之夜还会发作。风明远说红狐祖祠的地下密室里有彻底解咒的古籍，需要他的血才能开启密室。你信他？半信，但他现在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。过几天我会带他一起去。我也去。你的伤不碍事，而且如果密室里有什么关于古鹿神血脉的记载，我在场能认出来。你的灵力池几乎是空的。莫管家说古鹿神觉醒会耗尽体内灵力储备，至少1个月不能高强度调用灵力。你现在连维持鹿角的完整形态都勉强。被你看出来了。所以到了红狐祖祠，跟在我身后，不许再调用灵力，不许再挡刀。好。古鹿神祝福者与黑胞神血脉者契约，需血脉交融方可完成。血脉交融之法，以缔约者之血为引，将双方血脉暂时贯通，贯通后诅咒自解。我在那本残卷上看过，血脉交融需要双方同时运转灵力，而且会持续数天。数天？残卷上没写具体时长。至少3天，期间不能动武，不能被打断，需要有人在旁守阵。我可以守阵，府中侍卫也可以在外围布防。所以关键问题是，得先把红狐族那本古籍拿到手。残卷上写的是血脉交融之法，想见红狐古籍第9章。没有那本古籍，我们不知道完整步骤。明天出发，押上凤灵妇女去红狐祖祠。明天去赴红狐祖祠，你开密室，拿出来古籍，我留你一命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可以不信，但你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好，我开密室，但我要带凤灵一起去。他是红狐一族的继承人，开密室的咒文需要他辅助，我一个人不行。他在说谎，但他想带女儿就让他带，父女俩一起上路，路上也能互相牵制。可以，但你们2个人全程带着禁灵锁，由我亲自押送。上车，上车！我带了路上的干粮，还有3本关于红狐族咒术的古籍，路上可以看完。找到了！红狐族的树桩钉，他们是用一种特殊兽皮纸做的。这种纸我唯一怕的不是火烧，不是刀割，而是鹿族的血。你怎么知道？那天晚上在大殿，你觉醒的时候，凤鸣远的狐火在你面前无法成型。你那时候不是在濒死状态吗？怎么还有空观察这些？看你就够了。你在说情话吗？陈述事实。这里绝对有问题。祖祠周围没有红狐族人，一个都没有。少王，情况确实异常。按理说红狐祖祠应有族中长老常驻把守，但这里方圆3里之内没有任何灵力波动。红狐族人听说族长被抓，都吓得躲起来了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开门。红狐祖祠的密室血印，自始至终只需要族长1人之血就能开启。你说需要凤灵辅助，是怕我们把他单独留在地牢当人质吧？不过没关系，让你带着女儿上路，是为了让你们父女俩互相牵制。现在密室也开了，你的人情牌也打完了，接下来别耍花样。走，你前面带路。原来真的在这里。远古时期，红狐族曾是黑豹族的附庸，负责记录神兽血脉的秘稀。红狐一族世代收集各族秘法，这本解咒全录恐怕就是那时候收录的。后来2族交恶，红狐族叛离，这些古籍便被他们刻意隐藏，再为世人。
你以为我会把解咒的方法交给你？我宁愿毁了它，也不会让你得。血脉交融穴，双方真心中所爱，将心头血互相给予，3天3夜，够了，这些就够了，剩下的我可以推导出来。你毁了一本古籍，但你要付出的代价比那本书重得多。重？我本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他在恢复灵力，精灵锁碎了。我凤家3代统领鸿鹄一族，你裴叶川一句话就想废了我。今天我走不了，但你也别想拿到解咒的方法。而这女人替你挡刀打乱我的计划，她得跟我一起走。父亲！父亲救我！古路神的进化对普通兽族只压不废。月营那晚那些杀手只是跪地臣服，没有一个人失去修为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拿了经过诅咒丹药崖里的丹药，强行赋予自己人来杀人。进化对资源被外力污染的兽族，会连污染源一起剥离。你是被自己吞下的那枚丹药反噬的，进化只是把不属于你的力量连本带利的收回去了。就算死，也要把你拖下去。古路神血脉，绝不能让黑帽族得到。你找死！你没事吧？手给我看。我还能走？刚才不算挡的，是对方先动手的。那你说好跟在我身后的？跟了，你在我前面。兽王，这2只怎么处理？带回去，流放北京禁地。我真的可以在自己房间处理伤口？这里安静，药都在这里。我来。那老朽去外面守着，有需要随时唤我。你应该先处理自己的伤，你背上被虎火灼的那片，我看着很严重。先处理你的。衣服。这个我自己来。你够不到。你转过来，我帮你上药。你硬扛虎火的时候是不是傻？你挡刀的时候你傻不傻？行，都傻，扯平了。血脉交融需要3天3夜，双方必须以心头血为引，将彼此的灵力贯通，期间不能中断，需要有人在外面守阵。3天3夜，你做得到吗？你的身体还没好。我的身体没问题，倒是你，血脉交融一旦开始，诅咒就会在最后阶段进行最后一次反噬，因为是彻底抹除它，不是压制它。这不是压制，是解咒。月营那晚是实血共情，暂时压制。古陆神觉醒完成初期，完状诅咒不再恶化，是中期。2000年前陆神和黑豹神签订的共生契约，在500年前被人破坏了。我们不是新建契约，是修复它。修复旧契约，所以必须双方都愿意。对，血共鸣不需要你同意，我当时是强行帮你的，但这一次不行，这一次你必须真心愿意和我一起完成，
否则血脉交融不会生效。我愿意。好，我们一起扛。开始了。我不会放手的，你也不能放。你的诅咒解除了。都过去了。这21年。每个月的那个晚上，我都以为熬不过去了。然后你来了，踹开浴室的门，揉我的耳朵，替我挡刀，把自己割得满手是血。你能不能不要把社坛事件和正经事放在一起说？沈月，谢谢你。他在我旁边睡了一整夜，而且是主动躺在我旁边。早。早。你不要笑。没笑。你的豹尾在床单上拍，那是笑。凤家妇女均已退为原形，银狐为凤鸣远，修为自爆未完成，即被兽王雷电封死灵力核，已无恢复可能。红狐为凤灵，被古路神净化剥离全部修为，同样无法恢复。将他们全部流放到北境禁地。是。此外，那名灰鼠族的眼线月营之夜被兽王斩断手腕后所压，由侍卫效法，关在地牢安插的阵法节点，经他时候发落。同罪同罚，一并流放北境禁地，永不得踏入北境。明白。你，古路神，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能觉醒古路神血脉？因为古路神的祝福从不是降临在最强的鹿族身上，是降临在最愿意守护弱者的鹿族身上。你一辈子都在算计、夺取、毁灭。红狐族的古籍、神兽血脉、兽王之位，你什么都想要，但你唯一没想过的事是守护。这是他们应得的。我就是觉得，如果当年他们见到你小时候的样子，选择帮你而不是算计你，现在可能就是另一种结果。那种结果不要紧，现在这样的结果就很好了。什么？血脉交融，3天3夜，他抱着你睡了。小点声。我不，你挡刀，你觉醒古神血脉，跟他血脉交融，你差点死了。你怎么每次给我打电话都是这种要命的消息？这次是好消息，裴叶川的诅咒解了，彻底解了。真的解了？血脉交融成功了，他体内的皱纹完全消了。你用了多少自己的血？没多少，他比我伤得重。你就是嘴硬，所以你和他现在是正式在一起了？算是吧，他跟我表白了。什么叫算是吧？他说什么了？他说我也喜欢你。耶，你先表的白，沈月你出息了，研究黑豹12年，然后追到了人家本人，兽王哎，神兽血脉哎。你不要笑了。沈月，你开心吗？开心，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那个姐姐之前不是还哭着不嫁吗？她现在知道了不得后老悔。她前2天来看我的时候说她不后悔，她说她看你的样子和看别人不一样。行，
这姐姐还算有眼光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你好好养伤，别熬夜翻书，别……你也跟我阿嬷学上了，因为你最让人操心。这是要给我吃的夜宵？莲子羹，不苦。你熬的？管家熬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也很开心。以后不许在外面偷听。不是偷听，是正好过来送夜宵，抱尔关不掉。行，关不掉就关不掉吧。那是我吗？不是。豹尾画歪了。你什么时候画的？这些天养伤的时候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你什么时候画的？上个月月营之前。那时候你就……以后每年我们互相画一张，你画我，我画你。画到你手不抖为止。所以他的画像呢？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让管家帮我传过来。哦，不对，你不知道管家在哪儿？在隔壁书房。等下。你这路跑得挺快，所以那张画你放哪儿了？夹在北京黑帽族史的第1页，和12年前的画像放在一起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外面有人。裴叶川，路过。你路过了3次了。这条走廊是回寝城的唯一通道。你的寝城在右边，这条路只通向我的房间。画像的事，你从来没说过是12年。又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，就是第一次听到黑豹族兽王裴叶川这个名字，然后在坊间看到了你的画像，换双金色树瞳是真的，我就想，我弄清楚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。对不起，让你等了12年。不用道歉，这12年你也在等一个不怕你的人。行，你俩求求。沈家来人了。伤都好了？好了，一点疤都没留。月儿，这是你阿母嫁妆里另一件传家宝。上次给你鹿神丹是为了治伤，这个是给你的夫家礼。阿父，这太贵重。给你就收着。你觉醒了古神血脉，沈家帮祖上8辈子都没你这么出息。我们没什么能给的，这个镯子你再不要就没东西给你了。妹妹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画册送到家里来，阿母让我嫁，我哭着说死也不肯。你说好，我去。那时候我以为你是认命，后来才知道你是早就想好了，这就是你等的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妹妹本来就该嫁给裴叶川，不是我让她去的，是命运想让妹妹去。沈月是我这一生唯一的伴侣，不是我选择了她，是她选择了我。第一次是她被问替不替嫁时说好，我去；第二次是她在我让她走时说我不走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二老不必再挂念她，我守护她，不是我身为兽王的权利，是我身为人，身为她的伴侣，身为她等了12年的人的义务。妹妹，你们俩就该是一对。月营那晚多少杀手？3族联手100来人吧。我伺候兽王20余年，这是第一次在府中摆家宴。
今天大家都在，我想说几句话。我从12年知道你的时候，就开始关注你了。后来我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，把他的习性写了满满一本书，把他的族谱背得比陆族自己的还熟。我以为我对他感兴趣是因为痴迷黑帽，但今晚坐在他身边，我才真正明白了，我痴迷的不是黑帽，是裴叶川这个人。所以我在这里，在大家的见证下重新说一次，我愿意嫁给裴叶川，不是替姐姐，不是别无选择，不是认命。敬我女儿，敬敬妹妹和妹夫。从你第一次笑着来到这里，对管家说这里的夜色很美，那时候我就开始放心了。既然诅咒已解，沈小姐也好了，府中家宴也摆过了，接下来是不是该筹备大婚了？不急，为寿王和沈小姐，也为这个家。